这样看的话，是不是更加明显一点？看这个管歪成什么样了。编撰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看我拿着什么东西，有认识的吗？安装一套花洒，看一下这个曲角装上去。哎呀，从这个角度看比较明显，这个管斜得很厉害。靠上这个螺丝刀看的不明显，我们用这个花洒的这个立杆啊，把这个立杆靠上去，看它斜的有多厉害。哎呀，这也太明显了，远距离看就是这样。很多人说把这个曲角磨一磨就调正了，哎呦，这你的想法真是太奇特了。还好我车上还有这个曲角，用这个曲角呢给它调一下。这是专利产品，能设计出这个东西的人也不简单，这脑子绝对够用。我感觉设计这个东西的人应该也是一个安装工。这个曲角安装呢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和我们正常的安装是一样的，插好生料带，直接拧上去。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个另外半部分套上去，然后用2个螺丝固定。当这2个半圆顶着墙的时候呢，这个曲角就正了。也有客户说我家这一个管歪，换一个行不行？哎，我没这样干过呀。一般遇到这种呢，就是2个都换了，因为他们这个装饰盖大小尺寸是不一样的，厚度也不一样，所以遇到这种的都换了。不过这个业主家他两个管都是歪的，所以2个都得换。左边的这个也不行，这个管有点太凸出来了，这个螺丝拧到底了，这2个半圆都顶不到墙，所以说要把这个4口拆了再重新切割一下。哎，还得跑出去拿一趟角磨机啊！干安装最考验人的，其实就是遇到这种特殊的情况。你正常的安装其实都不难，但是遇到这种特殊情况，你都要个个去处理，这才是最考验技术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平时干安装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多总结，多学习，然后多借鉴别人的长处优点。遇到问题第一时间不是退缩，而是多思考，多去想一些解决的办法。太长了这个，因为它的管啊突出墙面，所以这个东西太长了。细看这个东西，其实原理挺简单的，2个管件中间夹了一个胶圈。胶圈呢是封水的，然后这2个半圆呢顶着墙，顶着墙它就与墙平行了。调节2个曲角之间的距离呢，和我们普通的曲角是一样的，也是把它调到平行，间距呢15公分，这样我们混合器就很好装了。混合器装好以后呢，一定要先试水啊，看一下它这个接口处有没有漏水的痕迹。哎呀，还真的漏了啊！不行，这还得拆。刚才感觉是螺丝拧的有点紧，我们要拆下来，把那个螺丝呢再稍微松一点点。调好之后呢，也没有上装饰盖，直接先试水。试水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再拆，再把这个装饰盖装回去。上面是凹进去，这个是朝这个歪，这个是朝这个歪，哎，连体的。管下了一容，连体的，宽度15公分是标准，管头是平行的。你就融的时候，水电工就一句话，不好融，这就不进步啊！你多少年了，对吧？你不是说低工价低，你活儿干不上去，你嫌工价低，是不是？东西什么时候断，谁也不知道，就跟你胳膊了，每天给你这样拧这个劲，你说你不受伤？在我们本地安装花洒，安10个花洒有8个是歪的，不过有极个别是歪的没法调的，才用这个弯向曲角来调。难道大家都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连体内丝弯头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不是干成这样，怎么能含泪又挣了100多呢？哎，感谢前面的师傅了。好了，我们的安装工作也完成了，看我的工具拿上了一大堆啊。里里外外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总算是给这个业主把这个花洒呢装好了。装好以后给客户试一下各项功能。现在的花洒功能比较多，4合1，很多客户呢不知道怎么操作，所以我们要演示一下。
同时呢，也要确认是否有漏水的痕迹，有漏水尽快处理，避免我们二次上门。二次上门那就是白跑，没有钱的。